觉得阿姨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觉得应该吃点药，因为这段时间嘛比较唠叨，精神方面我觉得有些问题。你咋说我能精神上有问题呢？我压根儿我就是看不惯你，知道吗？我都是因为你，我孩子才离家出走的。视频当中说自己准婆婆，有神经病的女孩叫王芳。准婆婆月月到底做了什么事，让自己还没过门的儿媳这么说她呢？阿姨对你怎么样啊？如果要是好的话，也不能走，对吧？我觉得我在他们家的这4个月来，真的崩溃了。你家里人知道你跟阿姨闹这么大的冲突吗？不知道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我妈妈肯定接受不了。父亲对这个事儿有异议吗？我父亲现在在国外，我也有2年多没看到他。月月在家里经常有事没事找王芳的麻烦，并经常在言语行动中对王芳进行辱骂，丝毫不顾及儿子的阻拦。所以经过4个月的婆媳相处下来，这才出现了视频当中的那一幕。然而丈夫刘大山却和月月的态度截然相反。月月的丈夫刘大山觉得自己这个儿媳挺好，并表示就是月月总是唠叨嫌弃儿媳，所以最后导致了鸡飞蛋打，媳妇走了，儿子也跟着一起走了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麻烦各位土宝们帮土场按3秒点赞，给图来一个霸气的鼓励，感谢各位土宝们了。我看我那儿媳妇挺好，我媳妇天天老唠叨啊，现在这个干的不好，那个不行的，完了这会儿唠叨，人家一来气，人家走了，或者我儿子跟走了。走了啊，儿子离家出走了，俩人都出走了。哎，对。虽然刘崇和王芳两人还没有领结婚证，但是两人早已在北京就一起同居，过起了两人的小日子。只是因为月月看不上王芳，觉得王芳无论什么地方都配不上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两人才迟迟没有结婚。而忍受不了月月整日里的没事找事，最后忍无可忍的王芳决定搬出来住，于是刘崇便带着王芳直接去了北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月月又是为什么不喜欢王芳？两人又是因为什么离家出走的呢？我们来听听刘大山的解释。当天这事情咋回事呢？就我儿媳妇过生日，他妈呢那天忙活了半天做的那个饭啥菜啥的，到做熟了呢，给他俩打电话呢，人家告诉了说晚上不回来了，人家外边朋友请吃饭。完了之后我一气之下，我也晚上饭我们都没有吃，9点多了这俩孩子才回来，我就说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是不回来，你早告诉我一声，何必忙碌半天？第2天早上这孩子梳头整一地头发，我就说，我说芳啊，把地上的头发剪一剪，你看哪有你这样的孩子啊？一天就知道霍霍，也不知道收拾。在我这唠叨的情况下，孩子就走了。对于王芳过生日的这件事情，月月心里本就非常的气愤。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上王芳的月月，因为这一档子事更是看王芳不顺眼了，所以积压已久的怨气，王芳最终委屈的选择离开。但是月月的这一做法却引起了丈夫极大的不满。可是面对刘大山的责备，月月依旧一副蛮横不讲理的态度。实际上就是他事儿多，你这小孩你不明白的事情，你可以告诉他一天老说我事情多，这孩子来到人家待了4个月，他管过什么？你看不见吗你？替我干什么？他替我？你说话吧，别那么激动。我晚上回来还得我自己做饭，他管我什么？你最起码你有的事情他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教他。多大了还不懂啊？20多岁了孩子还不懂吗？你儿子干家务吗？不干。我说孩子事情嘛，大人嘛尽量别管，只要孩子同意就完事儿。你说那话就不对劲儿了，你说那种话。就不喜欢这女孩，就不喜欢这女孩啊！在月月心里就认为王芳不帮自己干活做家务就是不对，虽然儿子在家什么都不干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月月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，就只是单针对王芳，并且月月态度强硬的表示就是不喜欢王芳。那么面对准婆婆的刁难，王芳又是怎么看待的呢？我觉得阿姨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觉得应该吃点药，因为这段时间嘛比较唠叨，精神方面我觉得有些问题。你咋说我能精神上有问题呢？我压根儿我就是看不惯你，知道吗？我都是因为你，我孩子才离家出走的。事实上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月月不喜欢王芳，故意刁难她。这对小情侣在这之前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，然而现在因为月月在中间掺和，两人现在也是经常吵吵闹闹。王芳直言跟月月在一起生活的这4个月的时间里，自己的精神简直都快要崩溃了。那么既然两人还没有结婚，王芳怎么就搬到刘崇家里一起住了呢？之前呢我们2个，我和我男朋友在北京生活，然后他的妈妈嘛说距离太远了，就特别想孩子。我男朋友之前是摄影师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然后回到家，然后找的一份司机的工作嘛。
对我男朋友来说也挺委屈的。原本王芳和刘崇两人在北京都有各自不错的工作，在月月的再三催促之下，王芳和刘崇辞职回到老家，待在了父母身边。但是由于王芳的父亲长期在国外工作，父母是聚少离多，不能陪在王芳身边，就这一点月月就嫌弃他家庭背景不好。我父亲现在在国外，我也有2年多没看到他。这个女孩还有一点家庭背景不那么好，单身家庭的孩子。我不是单亲家庭。那你一个人，你母亲带着你，你爸爸经常年的在外头，那不算单亲算什么？我爸爸和妈妈的感情非常好，你攻击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说我爸爸妈妈。各位土宝，面对这样的婆婆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图图在评论区等着你们。王芳听到月月说出这些话之后，非常的生气。不光这样，月月还嫌弃王芳不会做家务，说将来两人结婚之后不能好好的照顾他儿子。但是自从两人在一起之后，王芳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。然而刘崇也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在家里受到了莫大的委屈。你觉得你女朋友在你家受委屈了吗？是受委屈了。你给我举一个例子。我饿了，我说吃鸡排，完他就从冰箱里去拿鸡排去了，完炸也没炸好，就是烫到手了。完我妈妈就不高兴了，就说他在那个。这一顿饭都做不了，给孩子做不了，我把我儿子交给这样的女孩，我能放心吗？其实王芳家里也是独生女，在家里的时候，妈妈也是整天当宝贝一样的宠着，更是没让王芳干过一点家务活，所以王芳根本就不知道冷冻鸡排需要解冻之后才能下油炸，所以才导致了王芳手臂被烫伤。然而月月发现了王芳手臂被烫伤之后，她不仅没有关心王芳的伤势如何，反而责备起了王芳，说她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这让王芳感觉到非常的委屈。最关键的是，在家里王芳还不能指使刘崇做任何事。就是有一次吧，我刚下班回家特别累，然后身体也不舒服，然后我就让我男朋友帮我倒一盆洗脚水，他的妈妈就知道了嘛，知道就在我们房间外面就说啊，我怎么大小姐啊，怎么的，我男朋友之前给我洗脚，他妈妈连门都没有敲，直接就进来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他肯定在外面偷听了，对吧？你们听听，他让我儿子给他洗脚，然后看不惯我儿子这么做，我看不惯。王芳表示两人相互给对方洗脚，这都是两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两人之间做的事情都是相互的，自己也为刘崇做过很多事情，但是在月月看来，这就是儿子受到了欺辱。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刘大山实在看不过去月月这么胡搅蛮缠了，于是便接口说道：我媳妇有的地方事儿太多，太能唠叨。他们好，你跟他们去过。咱就说别的，就我家孩子，比如说他惯到啥程度，半夜1、2点钟，比如说玩完电脑饿了，喊他妈一声，妈我饿了，他们就得起来给做饭去。马上你说吃啥，马上就给整。那就惯孩子，那就惯孩子，叫爱孩子，那叫爱孩子，那就太过头。刘大山表示月月实在太溺爱刘崇了，刘崇无论什么时间段，只要他喊一声饿了，月月都会起床去给刘崇做饭。在月月眼里不觉得这是惯着孩子，只是月月的这份爱实在是太过头了。王芳和刘崇从家里搬出去之后，两人就直接搬回到了北京。两人之前住的地方，由于两人都不会做饭，所以平时两人一般就只吃一些方便面之类的东西。即便是这样，王芳都不愿意回到那个家里，并且月月打心眼里看不上王芳，并表示找儿媳妇必须要找一个像她一样的。那么两人的关系究竟差到了什么程度了？我这个家我是肯定不会回的，我没法回。你呢？我也不认可我有这样儿媳妇。好吗？我也不想有这样的婆婆。听到这里的涂磊忍不住要插嘴了。涂磊说月月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你其实已经非常的幸福了，无论你做了多么过火的事情，家里所有的人都能一直包容忍让着你。这个妈妈其实你很幸福，无论你多么骄昂跋扈，家里的人其实都让着你。你遇到一个好丈夫，不会跟你去计较，你碰到一个还算是孝顺同时有点软弱的儿子，不会去顶撞你，还碰到一个虽然不会做家务，但其实挺善良的一个女孩。这3个人当中，但凡有一个人稍微厉害一点你这日子就不好过。月月心疼自己的儿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有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呢？王芳也是被自己的父母疼爱大的，如果让王芳的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之后，相信王芳的母亲也会非常心疼自己女儿的。来到节目现场这么长时间，月月一直对丈夫刘大山嚣张跋扈蛮横不讲理，没有表现出一点温柔善良的样子，然而她却要求王芳对待刘崇必须温柔体贴，这一行为让涂磊实在是很难理解。你要求人家的女孩对你的儿子温柔体贴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对你丈夫有半点温柔体贴啊？有关你没看见？我没看见，是我现在看到的，就是你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对你老公的骄昂跋扈，你还怎么跟你的媳妇儿做表率？你现在不是一个婆婆跟这个媳妇儿之间的问题，
你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问题。你但凡不是你的儿媳妇儿，就是邻居家的孩子，父母不在国内，寄放在你家里面，到你们家生活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。你的孩子就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。因为从始到终我不喜欢这女孩。你不喜欢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因为你不喜欢而不存在吗？在中国有很多婆媳之间相处的并不好，但会有很多懂事的婆婆，她即便看不惯看不上这个儿媳，也会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不会去惹是生非。毕竟儿子在中间不好做人，一头面对的是生养自己的母亲，另一头是陪自己一生的老婆，无论惹哪头生气都是自己儿子，在中间为难。然而月月口口声声的说非常爱儿子，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爱屋及乌这件事情，从来都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儿子的女朋友。你这点很自私，你从头到尾想的都是你的标准是什么？你说你爱你儿子，你问过你儿子的标准是什么吗？你问过他吗？我就是拿我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那你就是不爱你儿子喽？你爱你儿子吗？爱很爱啊。你爱儿子为什么不考虑他的想法呢？我不喜欢这个孩子。你不喜欢无照教师，我想再问一下你，你还不喜欢什么？剩下没有不喜欢的了。剩下没有不喜欢的，所以说你完完全全对这个女孩就带有偏见。不管怎么说，归根结底月月就是不喜欢王芳，一直对王芳就存在偏见。在月月的心中，刘崇就是自己的一切，但是当听到刘崇的话之后，月月的心中犹如刀绞。你的一切是谁啊？我女朋友。孩子，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伤心不？妈白把你养这么大呀，从小到大，你是辜负妈一片苦心呐，孩子。妈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你让妈伤心了。妈是怎样把你拉扯这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妈容易吗？我没有不要您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您接受他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你这个时候心里委屈吧？相当的委屈。那你觉得你在你老公怀里哭好，还是说完这句话是在你老公一样？是在你老公怀里哭一下舒服呢，还是在你儿子怀里哭一下舒服？你都不要妈妈了。这才是合理的家庭关系嘛！你这叫合理的家庭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此时此刻，月月才明白自己的精神寄托不应该完全都放在儿子身上，最终陪自己到老的还是自己的丈夫。毕竟自己再怎么疼爱儿子，也不能把儿子留在身边一辈子。毕竟孩子会长大，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庭。其实只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，一家人多多的沟通，很多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困难。您觉得这姑娘像您吗？就那劲儿身上那个，差不多吧。她怎么那么像您呢？俗话不有这句话吗？娶媳妇随婆婆吗？娶媳妇随婆婆。那您干嘛跟您自己的一个挺像您的女人较劲呢？在刘崇和王芳的这段感情当中，就是因为月月在其中的参与，才导致了两人的感情出现了破绽。其实最伤心最失落的却是月月，既然那么的疼爱儿子，为什么就不能也爱儿子爱的人呢？如果早想明白了这一点，相信婆媳之间也不会走到这一地步，儿子儿媳也不会因为受不了离家出走了。妈，我真希望你现在能接受我这个女朋友，真的。儿子，将来你进了局得你幸福吗？和这女孩子在一起，非常幸福，真的。妈不觉得成全我们两个吧，妈。你跟你妈说你娶了你媳妇儿，你会忘了你妈吗？我肯定不会呀。你为什么给你媳妇儿打洗脚水，不给你妈打？以后记着打2盆，一盆打给妈，一盆打给媳妇儿。儿子，回家吧，儿子，回家吧，跟妈妈。好，行了啊，回家了啊。当然一个巴掌肯定是拍不响的，在这段糟糕的婆媳关系当中，也并不是只有月月一个人的问题，王芳在其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，最终导致了婆媳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。其实在王芳的内心当中，非常希望得到月月的认可。这样吧，阿姨，从最初怎么说，我爸爸妈妈就不在一起，然后我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虽然说他们两个没有离婚，没有怎样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的童年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。我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我跟小虫来到了你的家，就是想我们4口一起幸福的生活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是看不上我，我自己也很痛苦。我也想让你认可我，但是我确实我做了，我觉得我真的努力了，真的。
由于自幼王芳的爸爸妈妈就不经常在一起生活，所以王芳非常渴望有一个完整家庭。当来到这个家之后，为了能让月月接受自己，为此王芳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王芳也表示，其实自己也并不是想把刘崇拐走，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霸占刘崇，但是事实上确实刘崇跟着他走了。刘崇这一走，月月就感觉自己的天完全塌了。我也知道你很爱他，但是我也很爱他。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，不要再这样子，我也不想让他痛苦。我这么一生，我相当的恨你，你知道吗你？我每天看不见我儿子，你知道我的心里什么滋味吗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他偷偷摸摸给你打电话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也想我们一家4口好好生活，但是你不接受我呀。王芳表示自己非常想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，只要月月同意接受自己，王芳和刘崇就会重新回家。在听过王芳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之后，月月也是最终接受王芳，但是前提是必须接受自己提出的几个条件。对家人可以，必须答应我几个要求。您说，回到我们家里必须孝敬父母，再一个必须对待我儿子好一点儿，不能让我儿子一天为你做这个做那个的。好了，就这些了。其实父母对子女的要求真的不高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如果孩子们能好好的设身处地的为父母多想想，一切的事情也都迎刃而解了。在节目现场，这对婆媳也把两人压在心中，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，两人都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，最后两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。此时刘崇也向母亲承诺，自己绝对不会娶了媳妇忘了老娘，以后两人会一起来孝敬二老。最后在赵川的主持之下，月月最终还是答应了二人的婚事。孩子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所以事事都为孩子着想，恨不得所有事都替孩子承担了。但是父母总有一天会老，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天，所以说该放手时就放手。希望这一家人今后能够幸福的一直走下去。各位土宝们对这一家人的圆满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图图在评论区等着你们。